买房曾是深圳人的理想，如今却变成了深重的梦魇。在这座热土之城，昔日的房奴正集体转化为亏房奴，他们在狼狈为奸的二手房市场里溃不成军，一边大刀阔斧的割肉降价，一边试图抄底抢购，寄希望于野蛮生长下的下一个唯一赢家。然而谁也做不到对未来的把握，这些悲惨的深圳人正在被房地产这头野兽饕餮吞噬。二手房狂泻，断崖式暴跌，数据就是最直白的现实写照。3月，全国百城二手房价同比暴跌 4.8%， 深圳的惨状更加触目惊心，高达 81.4% 的二手房只能低于参考价成交。市场行情一路下行，一时间二手房源像决堤般泄洪而出。对于业主们来说，这无异于晴天霹雳。不少人投入再三家当购入的湘西裕宅，如今只能遭受无情的贬值重创。一位业主痛心疾首地说，他2018年斥巨资460万买下的顶配小区豪宅，为了通勤需要如今只能降价60万强行出售，却仍然无人问津。更有业主显然还沉浸在房价永生的幻想中，400万元的高挂价格屡遭白眼，唯一的评价是去看这样的房子都得烧高香了。直到成了行业笑柄，他才不得不狠下决心，割肉130万强行出售。万万没想到，买深圳的房子竟然还会亏本，面对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天价亏损，业主的内心绝望如被生生掏空。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毕生积蓄换来的只是一地狼藉的幻影而已。更可怕的是，房价下跌的步伐并未停歇。2017年，斥资260万购房的业主无奈放盘，开价335万的杀手锏仍然无人问津。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们不得不数次下调开盘价，最终265万的离场价几乎只够勉强收回成本，整整5年时间付之东流。卖不出去就势必会一蹶不振。曾经一度令人垂涎的神盘地产楼盘更是惨不忍睹，短短不到1年时间就从高价一路直线狂泻，数百万元的新房成了镜花水月。业主无奈之下只能吞下狠亏，寄希望于换房抄底。置换噩梦，老主顾也难逃。作为老主顾，这些曾经挥斥方遒的阔佬们并未就此死心，纷纷痴心妄想以次卖高换来更好的居所。可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残酷。有位业主割肉70万卖房后，怀揣置换大计换了新房，却不料单1年不到，同小区后期房价就直线扑街，新房成了拖累。他自嘲说，就当是花了42万租了5年房，亏了钱还亏了时间。另一位业主也同样壮志未酬，他信誓旦旦放言，原先460万购入的高档公寓房龄足够，同理应该换来更大更好的居所，却不曾想市场早已风云变幻，除了租金仅5500元的老房，他宁愿粉饰太平，也不再痴心妄想置换。两相权衡之下，他最后的结论是何必呢？房价再给我800万，多缴上去的贷款压力也只会拖累生活质量。眼见房价暴跌，他收手止损，宁愿放下身价，也要全身而退。中介横行，业主遭荼毒。在这血淋淋的市场惨剧中，业主们不仅要与房价暴跌的残酷现实抗争，更要遭受中介们的荼毒和摆布。对于大多数业主来说，交付高昂中介费曾经是个让人心有余悸的决定。有业主说，有些中介开出的佣金实在是疯了，吓得他当场胆颤心惊。然而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行业里，高昂佣金只是冰山一角。更令人气恼的是，不少中介丝毫不尽职尽责，反而耍起了种种诡计。有业主表示，自己曾遭遇过中介安排假客户的绝招。对方先是支付10万定金，
再签下一纸虚无缥缈的合同，误导业主以为买家已经物色到手，从而迫使其在3个月的延期内不得转手。这等于完全剥夺了我的自主权，整整3个月我都只能被动等待。业主无奈地说，万幸他最后识破了这伎俩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更有不知好歹的中介直接拿业主的房子开涮，有位业主原本400万出手的房产，竟被中介擅自贬值成360万挂牌，最后更是遭买家压价至300万，被宰割了整整100万。业主既要防范中介，也要防备买家。不少业主为此不得不自发组建了卖房自救军，利用社交平台直接向买家推销自家房产，以规避中介剥削。要努力打扮，连家里的香薰味道都要注意。一位女士如是说，她为了给买家留下良好印象，不得不事无巨细地打点环境，唯恐有一丝疏忽就葬送了卖房大计。更有人倍感无奈，不得不从9981的上班族蜕变成个中介，在买家面前晃来晃去，极力推销房产种种卖点。由此可见，整个中介行业的乱象有多么严重，到了逼迫业主亲自上场的地步。即便如此，买家也未必就会买账。有业主连续3次与心仪的买家谈崩，最后不得不认命放弃，看来缘分没到，他感叹。在这片弱肉强食的楼市中，业主们可以说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一群，他们的命运完全被摆布在中介和买家的股掌之间，除了被动接受和忍气吞声，别无选择。买家压价了，就只能狠心割肉；房产被压了，也别无他法。种种屈辱的经历，不啻是在这群业主身上一次次重复扎进刀子。他们用年华和梦想交换而来的，只不过是绝望的折磨，活脱脱成了真正的吃人社会里头最无助的那一群。绝望阶层，噩梦无边。置身于这无休止的房地产惨剧之中，业主们早已成为一个备受凌辱和折磨的绝望阶层。在资本的铁蹄下，他们这些曾经芸芸平民只能任人宰割。面对居高临下的资本家们，他们无权反抗，无力还手，只能把头埋在泥土里，苟延残喘。有资本家大笑着说，现在是最佳入市时机，获利空间无限。可对于业主们来说，这座城市早已不复从前，曾经挥斥方遒的人生豪赌，如今止于狼狈收场。一切希望都已被生生掐灭，取而代之的只有绝望的重压。业主们的境遇就如同那抹抹已然凋零的深绿夏荫，早已被旱风酷暑蹂躏得面目全非。让人无力承受的，并非只有亏损数字，更多的是背后代表的失败和精神创伤。有人为了梦想的深圳房产而拼尽全力，孤注一掷，引以为豪，却没想到竟酿成一地狼藉。梦圆破碎，他们口中弥漫的不啻是蚀骨的苦涩滋味，寄托了大半生的梦想付诸东流，到头来只能被一文不值的房产荼毒。也有人勉力坚持，以为只要再咬咬牙就能重拾往日辉煌。他们孜孜不倦置换大房子，想方设法抄底转手，却不料这根稻草愈拽愈紧，反而沦为深陷泥沼的俘虏。无论是平白无故的天价亏损，还是备受中介摆布的绝望屈辱，业主们无一幸免，每个人都在这浩劫中濒临崩溃的边缘。不少人被逼上了绝路，唯有疯狂割肉止损，才能从这赌城里勉强死里逃生。于是，本就萧条的二手房房市变得愈加门庭冷落，购房资金几乎遭到了全军覆没，业主们的收益被一卷而空。转眼之间，拿到手的只剩一堆沉重的包袱和泥沙俱下的部位。让人唏嘘的是，这场灾难并未真正终结，而是被无限延续。深陷其中的业主们注定没有了彻底解脱的出路，只能任由泥沼一点点吞噬自己，直至万劫不复。
熊市来临，原本买房就是深圳人的梦魇，现在卖房更是噩梦重重。无奈之下，深圳人把目光投向了租房市场。然而，租房虽然成本较低，却无归属感和自由，只是权宜之计。置换现有住房更是赔钱买卖，将来难料是否能扭亏为盈。生逢深圳房地产寒冬，他们处在最艰难的困境之中，拼了老命也买不起房，深圳人该何去何从？靠打工赚钱根本不可能，最后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祈祷孩子有出息，将来能为父母上有老下有小。可是眼下的境况又让人绝望，生怕孩子拗不过这股寒潮，最终被房地产这头怪兽吞噬。房奴、亏房奴、租房奴，一个接一个的绝望词汇，已经无法形容深圳这座城市人民的艰辛。他们置身于泡沫市场，命运裹挟在资本的浪潮之中。